新欢找上门后，我大度接回小四，都接回来一起过吧。老公懵了，发现丈夫出轨家教老师后，我本已心如死灰，却不想他竟又找上了小四。更令我绝望的是，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，他竟精心设计陷阱，反咬我出轨。我做梦也不会想到，我的老公会陷害我出轨。他在监控前看着我们亲密。自从我怀孕生下萌萌后，老公再也没有和我同过床。我将这事跟新来的家教小刘说过后，他递给我一杯酒，让我拿给老公喝。我听他的话，拿着酒去了老公房间。我没想到这是他们给我下的套。在我醉酒的时候，老公离开了房间，再次回来后就换了人。漆黑的房间里，我努力的想张开眼睛看看老公现在的样子，可是酒劲上来后，我的世界天旋地转，看什么都模糊，最后竟然直接沉沉的睡去了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家里安静的有点诡异，明明应该是小刘来指导萌萌学钢琴的时间，我却没有听见熟悉的琴声。我从衣柜里拿出干净的衣服进了浴室，洗完澡出来后，从琴房传出断断续续的钢琴声，完全不成音调。我顿时有点生气，哪有这样指导钢琴的？我完全可以找更优秀的钢琴老师来指导萌萌。当时选小刘是因为他是乡下来的，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这里不容易，都是女人就生出了帮他一把的心思。可如果他就是这种态度来教导我们家萌萌学钢琴的，我绝对不会视若无睹。我黑着脸走向琴房，推开门，钢琴边的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向我。我当场实话，小刘身边的男人正是我的老公黄道远。老公与家庭教师在钢琴边行苟且之事，被我发现后竟然还辱骂我。黄道远从小刘身上下来，拉上自己的裤链后，毫不避讳地骂了一句：“真晦气。”小刘也从琴凳上爬了起来，以往的清纯不在，搔首弄姿的做派俨然一副浪女模样。我反应过来，立刻发了疯一样冲过去，扬手就要给刘云一巴掌，可还没落到他脸上，就被黄道远擒住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竟然还问我干什么？你看看你做了什么？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想要在他脸上看到一丝悔意，可是并没有。黄道远，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，不然我们就离婚，萌萌我带走。黄道远笑了起来，好啊，离婚就离婚，婚内出轨在先的可是你，跟我离婚，别说净身出户，就连孩子也是我的。我愣在原地，什么婚内出轨？18岁我就跟他在一起，一心一意的对他，手机里的异性哪怕是曾经的同学我也删得干干净净，怎么可能出轨？不等我反应之际，黄道远直接将我推出房间，咔嚓一声，琴房被锁上。隔着一扇门，我又听到里面的声音。事情发生的太过离谱，我靠在门上听着里面的声音，手掌拍得红肿，才意识到这不是梦境，顿时无力的垂直到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可我哭得越伤心，刘云叫的就越大声，很快我就哭晕了过去。醒来的时候在医院，黄道远给了我2样东西，一份是离婚协议书，另一个是平板电脑。看到净身出户，自愿放弃孩子抚养权那一排字，我红着眼睛盯着黄道远。直到今天，我才知道自己嫁的爱了这么多年的人是怎样的畜生。黄道远脸上仍旧没有任何歉意，只说：“你看看平板电脑就知道了。”才刚打开，我的脸就白了。平板里的我表情十分销魂，跟一个陌生男人很快乐。可我以为那个男人是我老公，我连忙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以为。刘云忽然出现在了我的病房，挽着黄道远的胳膊，
撒着娇说：“远哥，你对太太这么好，没想到她竟然给你戴了绿帽子，你也太可怜了。以后就让小云好好照顾你吧。”看着这对狗男女，我忽然明白过来，这是他们两个设计好的陷阱。刘云是我在萌萌满月的时候雇的，最初只是想让她当保姆，后来要解雇她给萌萌找钢琴老师的时候，是黄道远站出来告诉我刘云会弹钢琴，干脆让她教萌萌。当时的我觉得刘云用了那么久挺放心的，又可怜她是乡下来的不好找工作就同意了。现在看来，一切早有预谋。我冷笑一声，问：“你们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？”刘云看了一眼黄道远，凑到我耳边低声说：“刚来这个家没多久，远哥就和我在一起了。你知道远哥怎么跟我说你的吗？他说你跟我没法比呢。那个时候我刚生完孩子，黄道远一直不跟我做，我还以为是他心疼我，没想到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。顾倩，在小云身上，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你，就像跟18岁的你一样，身体是那么的美好。我很爱你，并不想跟你离婚，只要你接收小云的存在，咱们3个也可以生活得很愉快。”听到这震碎我3观的话，我盯着他，气的声音都在打颤。我要跟你离婚，净身出户也无所谓，孩子我必须带走。刘云也来劝我：“姐姐你不要这个样子，远哥是真心爱你的，我保证不会抢走他。”听完他俩的话，我哈哈大笑起来，一边笑着一边流泪。黄道远看着我说：“如果你一定要离婚，就打官司吧，我不会让你带走萌萌的。”家教刘云挽着我老公黄道远的手，一起离开了病房，丝毫不顾及我这个正牌的感受。我躺在病床上，睁着眼睛麻木地看着天花板，忘记了时间的流逝，整整1天滴水未进。我跟黄道远是青梅竹马，他成绩好，可家里太穷，供不起他上大学的费用，我便在他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，白天送外卖，晚上餐馆洗盘子，支持他念书，过得十分艰苦。为了多赚点钱，我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累得跟狗一样。每天他都会为我揉肩，抱着我说情话。我们在不足10平方米的地下室一起幻想美好的未来。他说以后要让我当上阔太太，十指不沾阳春水。后来他也确实争气，生意越做越大，我们也逐渐变得有钱。我没上大学，也没什么资源可以为他提供，为了让他安心搞事业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当一个全职太太。因为前半生太劳累，落下了病根，医生说了我的身体可能不适合受孕了。萌萌是我们努力了很久的结晶。我闭上眼睛，就是萌萌笑着喊我妈妈的画面。我怎么舍得？我怎么能将她丢在这个烂家？黄道远有什么资格跟我抢萌萌？我气到发狂，又哭了起来。深夜，黄道远竟然又来了，他坐在我旁边，要来拉我的手，被我嫌弃的甩开了。别碰我，我想吐。黄道远站起来将灯打开，我看到他脖子上暧昧后留下的印记，趴在床边狂呕不止。他说：“你也别嫌我恶心，我睡了别的女人，你也跟别的男人睡了，算扯平了。本来就没吃什么东西，吐完之后我躺回去，连骂他的力气都没有。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离婚了你就不能再见到萌萌了。你舍得让我们可爱的女儿这么小就没了妈妈吗？顾倩，我发誓，我跟她只是玩玩，绝不会让她怀我的孩子。这辈子我真正爱的人只有你。”一时间，我竟然因为他的话动摇了。是啊，他刘云算什么东西？从小和黄道远一起长大的是我，打几份工给他赚学费的是我，陪他创业的是我，在他最苦最难的日子，是我陪着他过来的。
这辈子没有女人可以取代我的位置，更何况我没法把萌萌交给他。在黄道远花言巧语的哄骗下，我还是回到了家。黄道远直接给了我一张银行卡，里面有10万，让我想要什么自己去买。这还是他第一次对我这么大方。钢琴老师暂时也先搁置了，我将萌萌送到外婆家，不想让她看到这种肮脏的事情。因为我的默认，刘云即使不是家教，也住在了家里。黄道远每天晚上都会先来我的房间跟我说几句话，等我快睡着了，就悄悄起身去隔壁。就这样，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我老公跟别的女人的声音。好在两人白天的时候还算收敛，不会在我面前打情骂俏。后来我干脆住到了楼下。黄道远去刘云房间的时间越来越早，几乎是刚吃过晚饭，陪我说2句话后就迫不及待地起身，住在刘云的房间。我开始很想逃离这个地方，纠结要不要拿着黄道远给我的钱去旅游。可我在家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如此明目张胆了，若是我出去了，岂不是如了他们的意？就这样，我一边痛苦的想要逃离，一边又执拗的待在家里。我的心快痛死了，两种情绪撕扯下，我又进了医院。自从我进医院后，黄道远就收敛了很多，并且会不停的对我说：“老婆，刘云就是你的一个替代品，你完全没必要生气，你就当他是一个充气娃娃，我只是在他身上解决男人的生理需求，我的心永远都在你那里。”我苦涩的开口：“我就满足不了你的生理需求吗？”黄道远看着我没有说话，安静的气氛仿佛一个无声的巴掌，将我的脸扇得红肿不堪。我最后的自尊心被他无情践踏。晚上他又去了刘云房间，我鬼使神差的跟上去，透过门缝，我心瞬间凉透。两人还说着情话：“云云，你真的好美，远哥，我也爱你，让小云一直在你身边伺候你好吗？”说完，小云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显然是发现了偷看的我，却只是勾唇一笑，更妖娆了。我再也看不下去，捂住嘴回到了楼下的房间，抱头痛哭起来。第二天，我大发脾气，跟黄道远吵了起来。我让他把刘云赶走，要充气娃娃就去买，买多少我都不介意。可他却跟我说，刘云一个小姑娘家的，没地方去，她要了人家的清白，要对人家负责。我说，那我呢？我也是清清白白跟着你，你对他负责，谁对我负责？你已经有名分了，他除了我什么都没有，并且我是他唯一的男人，你还有过别的男人，你真的不觉得愧疚吗？如果不是你们给我下套，我怎么可能会有别的男人？黄道远呵呵一笑，我们只是助推了一把，真正和那个男人发生关系还得靠你主动。我被气笑了，黄道远，你还有心吗？你简直连畜生都不如。不管我说出怎样侮辱性的词汇，他都无动于衷。最后他提出和刘云搬出去住，而是那贱人却说，萌萌不在家，刘姐姐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房子多寂寞啊，看看人家多懂事，再看看你。显然黄道远很享受这种皇帝般的生活，最后他们还是没有搬走，而我把萌萌从外婆家接了回来。本想靠着萌萌让她回心转意，结果她不理不睬的态度反而让我成了一个笑话。为了逗小三，我甚至亲自接小四过来伺候老公。我与老公还有家教刘云的事情传了出去，成了街坊邻居闲暇时谈论的笑料。我不敢带着萌萌出门，害怕会受到他们的指指点点。不管我怎么难受，都无法下定决心离开黄道远。我的前半生都是为了他过的，他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生活里，而且他也承诺，
刘云只是我的替代品，他不会让刘云怀孕。即使不让刘云怀孕，我也受不了她每天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模样。我拿着黄道远给我的那10万块钱，给他找了一个更年轻貌美的女人。他看到女人后不停夸赞我，是我错怪你了，倩倩，没想到你这么懂事。我心里十分鄙夷，说出的话却完全相反。我是怕后宫乱政，作为正牌夫人，我当然要为你着想。黄道远此刻已经什么都听不下去了，拉着人就要进房间。我指着桌上我熬了很久的鸡汤，喝了再去吧，大补的。黄道远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一口闷了那碗汤，进去之前还不忘恭维我手艺好。人一多，家里就热闹起来。刘云的待遇一降再降，甚至不如之前的我。黄道远有了新来的小妃后，连眼神都懒得分他一个。刘云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很快就沉不住气了。在黄道远再一次拒绝了他后，他在餐桌上对我阴阳怪气，哪怕你往远哥哥床上送女人，远哥哥也不会看你一眼，何必呢？我笑得灿烂，对他的话无动于衷。你现在跟我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哦，我忘了，你是可以随时被抛弃的妻子，而我是他唯一的妻子。刘云听了这话，气得脸通红，却找不出话反驳我，将筷子重重地摔在桌子上离开了。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低下了头，手里的筷子快要被我捏断。哼，什么替身都是骗人的，渣男！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家教刘云听了我的话后，害怕被黄道远抛弃，开始每天去琴房弹琴，试图吸引黄道远的注意。刚开始2次，黄道远还会去看看，后来不知道小飞对他说了什么，黄道远不仅不再去找刘云，还禁止他在家里弹钢琴。我买了一堆画本，在房间里教萌萌识字。对于他们的争斗，我不参与，也不表态。1个月后，新来的小飞已经彻底拿捏住了黄道远的心，刘云不管干什么都翻不起风浪了。有一天，刘云竟然捂着脸跑到我的房间对我哭诉，说黄道远打了他。听了这话，我真的想笑。小三跑到正主面前哭诉，试图博取同情，我仿佛一下穿越回了古代。萌萌不懂事，想要过去拉刘云的衣服，我急忙抱回来。宝宝别过去，我们只能去找爸爸，知道吗？萌萌也很给力的开口模糊的叫着爸爸。我本来是打算靠着这个暗示刘云有了孩子才能争宠，却不知黄道远什么时候出现在房间。他将刘云一把推开，抱起萌萌，亲昵的亲着。本来这是我最想看到的画面，可现在当他真正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差点动手抢回萌萌。正要动手时，余光看到了坐在地上的刘云，看他那个眼神，显然明白了我的意思。我停住了手，抬眼看见新来的小飞靠在门框上看着我们，我低头掩饰住情绪。刘云已经悄悄离开了，黄道远也没待多久，人都走后，我抱着萌萌起身去了浴室，甚至连1个星期的时间都没用，刘云很快就怀上了孩子。他不知道，跟他苟合的那个男人其实是我花钱找来的，而他为了找男人借种，花光了黄道远给他的钱。今天他殷勤的来到厨房，姐姐，你平时照顾孩子已经很累了，今天这鸡汤就让我来做吧。呵，看来他是要开始行动了。我扶着脑袋配合他，好像是有一点晕。那就你来吧，今天我早点睡，就不吃晚餐了。他听了这话，显然十分惊喜，还亲自扶着我回到了房间。我笑着关上房门送走他。6个月后，他肚子已经有点显怀了。此时就连黄道远也发现了不对劲。饭桌上，黄道远伸手盛了一碗鸡汤，
他现在没有这汤，根本就办不了事了，所以每次都会吩咐我熬一大碗。刘云，你最近是不是长胖了点？我知道这是试探，吃着饭默不作声。刘云站起来摸着肚子，眼眶流动着泪水。远哥，我怀孕了，是个男孩。我知道你不爱我，可是我希望你留下他，孩子是无辜的。真是一出好戏，要不是我知道内幕，简直要站起来为他的演技鼓掌。不等黄道远发话，我将筷子重重地拍在地上。我不允许你生下他。黄道远不悦地看向我，孩子已经那么大了，流产对小云身体不好。呵呵，小云，那我以前为你流产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对我身体不好？这根本不是一码事，你能不能不无理取闹？我看着黄道远不耐烦的眼神，还不够。我拿起碗砸向刘云，碎片在他身边炸开，客厅瞬间响起他的尖叫。黄道远站起来吗？凶狠地看着我。顾倩，你想让我们家绝后吗？我悲痛欲绝，眼眶里满是泪水。萌萌不是你的孩子吗？我要的是男孩。这场闹剧最终以我回房为终，表面上看上去我好像输了，其实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黄道远说的话我早有预料，所以并不难过。刘云就这样在家里光明正大的在家里安起了胎，我懒得去看黄道远伪装出来的慈父模样，选择带着萌萌离开了家。我带着萌萌去了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，这是我们的第一站，那里真的很美。我们还骑了骆驼。晚上举办了篝火晚会，我们手拉手围绕在火堆边唱歌跳舞，看着萌萌兴奋的手舞足蹈，我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这段时间一直待在家里，怕对萌萌的成长不好，看到萌萌开心的样子，带她出来应该是对的。我拉着萌萌在火堆边坐下，享受着这属于我们娘俩的静谧时光。旁边的沙子突然沉下去了一点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坐在了我的身边，他似乎是想开口说话。萌萌突然呛住了，我急忙转身帮萌萌拍背，回过头再看身边已经没有人了。这个小插曲对我的旅行并没有什么影响，我们玩得很开心，最后要离开的时候被叫住了。你好，你真的很漂亮，可以请你做我的模特吗？我想为你画一张肖像画。我转过身，是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男人，看上去大概24、25岁吧，背着一个画板，倒是挺像一个画家的。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别人夸赞我了。自从跟黄道远在一起后，听到的都是贬低我的话语。乍一听到别人对我的夸赞，不可否认的是，我有点开心。但是我不可能因为他夸我一句就为他停下脚步。抱歉，我赶时间。我是真的赶时间，和萌萌出来玩的，差点忘了正事。刘云生了。我赶回去的时候，黄道远抱着那个孩子笑开了花，说要大办宴席。本来说要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，但是刘云不放心拒绝了。这正合我意，到时候就算出了什么事也和我没关系了。其实这个宴会我不参加也没关系的，可一方面为了告诉黄道远我的忠心，一方面为了看热闹。宴会当天，我抱着萌萌盛装出席。我的出现在台下掀起了不小的风波，他们一边窃窃私语，一边用鄙夷的眼神看向我们母女。刘云抱着孩子行走在桌间，大概是想要拉拢一点自己的人脉。我轻蔑一笑，舞台上开始播放幻灯片，好戏才刚刚开场。刚播放了几张孩子出生时候的照片，画面突然一闪，上面是我准备已久的视频。视频中的两人正在做不可描述之事，里面的女主角正是刘云。下面一片唏嘘，吵闹不堪，乱成一团。我坐在角落看着这幅场景，说不出的痛快。
刘云被黄道远一巴掌扇倒在地，差点连孩子都没抱住。黄道远也因为这一巴掌彻底倒下。我看时间差不多了，牵着萌萌站上台，让大家安静，有条不紊地派人将黄道远送进医院，随后再送走那些亲戚。他们看我的眼神不再是鄙夷，而是同情，有的人甚至直接骂起了黄道远。效果达到了，我便带着萌萌离开了。医院里，我每天都会去看望黄道远，每次去必定会哭得撕心裂肺，同时也会不经意的给那些护士透露出一些信息。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，黄道远找了个小三把自己绿了，最后还因为这事气得住进了医院，导致他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。而我作为这次事件的受害人，成了所有人同情的对象。回家后，我将刘云所有的东西打包丢出门外，再拖着他像丢垃圾一样将他丢出去。他抱住我的腿，拼命祈求，想让我为他在黄道远面前说点好话。我将他一脚踢开，他看球我没用，想要起身跟我撕扯，我直接重重的关上了门。很快就有人来将他带走，他的卡全都被停了，而我贴心的为他找了新的工作，很适合他，运气好说不定会被一个挺着大肚子的老板看上带回家。不过我可不允许他有这种运气，这种贱人，我要他下半辈子都只能活在那肮脏的地方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开始收网了。由于我每天都去黄道远面前露面，导致他现在十分信任我，公司不可以没有人看管，而他一时半会不能离开病房。毫不意外的，他将公司的管理权交给了我。我给萌萌买的识字书，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我自己要用的。那段时间我恶补管理学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来到公司后，很多人都不是很信服我，但我很快就用实力证明了自己，同时还裁掉了几个人，杀鸡儆猴。他们都是黄道远的心腹，自从我来到公司后，就不停的给我使绊子。被裁后，几个人一起来到黄道远的病房要说法，我直接拿出他们贪污的证据给黄道远看，那些人瞬间鸦雀无声。刚被女人戴绿帽，就被兄弟背叛，黄道远显然接受不了这样的事。他拿起那些人送来的东西砸向他们，大喊着让他们滚蛋。那些人灰溜溜的走了，黄道远看着站在旁边的我，态度软和下来，说我干得不错。此时就是我表忠心的时候，我深情地望着他，我怎么能跟你比，只希望你能快点好起来，重新回到公司。黄道远似乎是发现我是一个好用且不会背叛他的工具人，于是开始肆无忌惮。病好后也丝毫不打算回公司，而是继续和小飞在家里厮混，后来还学我带着他出去旅游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监察部门找到他，说他偷税漏税，这件事要是严重了要坐牢，他让我赶紧帮他处理好。我在电话这边假装担心的不得了，带着哭腔对他说，你放心老公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坐牢的，哪怕是让我替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我声情并茂的说了很多，直到他都不耐烦了后挂断了电话。将拖欠的税务补上后，公司大不如从前了。黄道远也不再继续旅游，急忙回到家里。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，因为他还有很多肮脏事没爆出来，这是一个导火索。他开始害怕了，急着要找一个替死鬼。那个倒霉的替死鬼就是我。他以为我什么都不懂，拿着一份合同想要让我签字，我也装作懵懂的询问他，这是什么啊老公？他含笑哄着我说，这是股份转让合同，签下它以后，公司就是你的了。我急忙收回想要签字的手，装作十分惶恐。
我怎么能抢你的公司？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你的我的都一样，你就当这是我给你这段时间的奖励吧。话已至此，我也不再推脱，拿起笔签下了字。签字的时候，我的手都在发抖。如果不是我知道真相，可能就信了他的话。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，他竟然想要将我送进监狱。我没想到他这么沉不住气，合同签下没多久，他就报警了。我知道他有很多肮脏事，但是没想到会是贩毒，他这是真的想要我死。警察来抓我的时候，我还在公司帮他处理业务，当着所有员工的面，我被铐上手铐，而他从警察身后走出来，一副十分惋惜的眼神看着我。顾倩，我真的想不到你会干这种事。我虽早有预料，却还是心痛到无法呼吸。老公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黄道远看向我的眼神没有丝毫歉意。行了，顾倩，证据确凿，你不要再狡辩了。我被带到了拘留室，里面两个审问我的人十分经典的，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红脸，可不论他们再怎么逼问，我都一言不发。警察无奈，只好把我关着。到开庭那天，我看到旁听席上的黄道远以及他身边的小飞笑了，见我笑了，他似乎有点慌张，可很快就佯装镇定地看着我。法官一条条列举我的罪状，最后宣判我死缓。其实早就应该想通的，可那一刻我还是控制不住，转头看向黄道远。他的嘴角扬起了胜利的微笑。请问被告，你是否还有异议？是。台下瞬间变得吵闹起来，法官拿起锤子敲了几下，示意大家肃静。我是被人陷害的，我从没做过这些事。现在应该是我的律师出面的时候，可他却坐在原地一动不动，思考，没有要解释的意思。这也正常，毕竟这个律师是黄道远找的，从始至终就没有想过为我辩护。我向法官申请更换律师，得到应允后，我的律师站出来开始反击。首先就是黄道远之前哄骗着我签下合同的视频，一条条指向我的证据被推翻，更多黄道远的罪证被爆出来，他必死无疑了。黄道远被当场逮捕，把所有能想到的脏话都骂出来了，看向我的眼神仿佛能吃人。不过我不在乎，他越是恨，就说明我越是赢得彻底。我要摧毁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在他被抓住后，一直默默待在他身边的小飞站起来奔向我。希姐，我们成功了。事实证明，坏事做多了是会遭报应的。小飞其实也是我无意间找到的人，他曾被黄道远强过，后一直过得浑浑噩噩，想要寻死的时候，我就下了他。就算你死了，也不会让他感到愧疚。为什么不做点什么，让他付出代价？他泪汪汪地看着我，我要怎么做？好在一切的等待都是有结果的，害人者终将付出代价。我没有去看黄道远的开庭，最后得知他死了还是小飞告诉我的。这种人渣死不足惜，我也早已放下他。黄道远死后，他的父母赶回来给他收尸，想要找我拼命，而我早已带着孩子定居国外。他们宝贝儿子的事迹早已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，不会有人给他们好脸色，所有人都心疼我，被老公绿了，还差点被送进监狱。我得到了名声，也得到了财产，我赢了。小飞想要开一家花店，我和他一起挑选店铺，在国外的一条小道上，希望花房正式开张了。真正清闲下来后，我才发现我和小飞都还算年轻，属于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萌萌长大后开始上幼儿园，他偶尔也会问我，妈妈，我的爸爸呢？直到他再一次哭着从学校出来，我才发现我是时候给萌萌找一个爸爸了。
决定后，我就开始主动出击，在街上看到顺眼的会留个联系方式，每周也会去酒吧碰碰运气。可能我这辈子真的没什么男人缘，半年过去了，还是没找到合适的男人。为了转移萌萌的注意力，暑假我带着她出游，在某国的一座偏僻小镇上，我带萌萌来看牧场，她很快就被小羊羔治愈了，拉着小飞要去近距离接触一下。我看着两个人玩闹的背影，笑容止不住的上扬，可一想到还要给萌萌找爸爸，顿时又有点泄气。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身后传来熟悉的语句：“小姐，好久不见，你变得更漂亮了，这次可以请你当我的模特吗？”“当然可以。”答应之后，我有些不好意思的别过脸，微微泛红的脸颊似乎泄露了心底那一丝久违的悸动。张博文眼中满是欣喜，那光芒仿若夜空中最亮的星辰。他迅速支起画板，动作熟练而又带着几分急切，仿佛生怕错过这稍纵即逝的美好瞬间。我在他的指引下，缓缓走向一片灿烂的野花丛旁，阳光恰到好处的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我身上，那斑驳的光影轻柔地勾勒出我柔和的轮廓，宛如为我披上了一层梦幻的纱衣。张博文专注地凝视着我，目光炽热而深情，仿佛这世间万物都已不复存在，唯有我伫立在他的眼眸之中。他手中的画笔在画纸上轻快游走，笔触灵动且富有韵律，每一笔都饱含着他对眼前画面的珍视，那是一种对美的执着捕捉，更是对我的深深倾慕。萌萌和小飞在不远处玩耍，他们的笑声如同银铃般清脆悦耳，时不时传入我的耳中，为这幅画面增添了几分温馨与生机。我看着张博文认真的模样，思绪不禁飘远。曾经在那段破碎婚姻里，我如置身于无尽的黑暗深渊，自信被一点点磨灭，对美好的期待也渐渐黯淡无光。而此刻，那些被尘封的情感仿佛在这温暖的阳光下渐渐复苏，心底的阴霾正被一点点驱散。画作完成时，已近黄昏，天边像是被大自然这位神奇画家打翻了颜料盘，被染成了绚丽的橙红色。余晖洒在大地上，给整个世界都镀上了一层金边。张博文将画递给我，画面中的我眼神里透着历经沧桑后的淡然，那是岁月磨砺留下的痕迹，却又有着被重新唤起的光彩，宛如一颗蒙尘的珍珠再次绽放出夺目的光芒。背景里的野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与暖光相互映衬，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氛围，宛如一幅梦幻与现实交织的绝美画卷。这是我画过最美的作品，因为画里有你。张博文的声音低沉而温柔，如同这傍晚的微风，带着丝丝缕缕的柔情，轻轻拂过我的心田，让我心底泛起层层涟漪。从那之后，张博文像是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，仿佛他本就该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。他常常带着萌萌去探索小镇的每一个角落，他们穿梭在古老的街巷，张博文会给萌萌讲述各种奇妙的故事，那些故事里有勇敢的骑士、善良的精灵，还有神秘的宝藏。萌萌总是睁着大大的眼睛，听得津津有味，时不时提出一些天真无邪的问题，张博文都会耐心的解答。在他们的欢声笑语中，萌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不断丰富，而他与张博文之间的感情也愈发深厚。当我忙碌于花房事务时，张博文总会默默在一旁帮忙。他会细心的修剪花枝，动作娴熟，将那些杂乱的枝条整理得井井有条，也会为我泡上一杯热茶，
热气腾腾的茶香弥漫在空气中，温暖着我的身心。他静静地陪伴着我，不需要过多的言语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微笑，便能让我感受到他的支持与陪伴。随着相处的深入，我越发觉得张博文的出现就像是命运给予我和萌萌的一份珍贵礼物，是上天对我们的眷顾，让我们在经历风雨后，终于迎来了这温暖的阳光。有一次，小镇举办艺术展览，张博文作为备受瞩目的青年画家受邀参展。他以我和萌萌为灵感创作的一系列画作，在展览上引起了轰动。展厅中，人们纷纷驻足在他的画作前，惊叹于他笔下人物的生动与情感的细腻。那些画里的我们，或欢笑，笑容灿烂，如同春日盛开的花朵；或沉思，眼神深邃，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故事。看着这些画作，我心中满是感动，仿佛又重新回顾了与张博文相识相知的点点滴滴。张博文在接受采访时，毫不掩饰地表达着对我和萌萌的爱，他的声音坚定而深情，他们让我找到了创作的灵魂，也让我明白了家的真正意义。在他们身边，我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与力量，这份爱成为了我创作的源泉。那一刻，我望着他，心中的爱意如潮水般涌动。我知道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温柔、才华横溢的男人。他的出现让我的生活重新焕发出光彩。随着萌萌年龄的增长，他对绘画的热爱愈发浓烈，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。张博文敏锐地察觉到了萌萌的兴趣，便主动承担起了他的绘画启蒙老师。每到周末，父女俩在萌萌心中，张博文早已是他最爱的爸爸，就会坐在院子里，支起画架，一起描绘着这个世界的美好。张博文耐心地教萌萌握笔的姿势，如何调色，怎样用线条勾勒出物体的形状。萌萌学得认真，眼睛紧紧盯着张博文的每一个动作，小脸上满是专注。看着他们专注的模样，我在一旁满心欣慰。在张博文的悉心教导下，萌萌的画技进步飞速，从最初歪歪扭扭的线条，到如今能够画出富有想象力的场景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开朗自信，眼中总是闪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好奇，仿佛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充满了无尽的惊喜与可能。日子就这样平静而幸福地流淌着，如同一首舒缓优美的乐章。直到有一天，花房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，他是一位资深的花艺设计师，名叫艾莉西亚，在业内享有盛誉。艾莉西亚走进花房，立刻被我们独特的布置和花艺作品所吸引。他的目光在每一束花、每一个装饰上停留，不时发出由衷的赞叹。在欣赏完所有作品后，他对我们赞不绝口，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合作提议。他希望我们能和他一起为一场国际级的花卉艺术展提供作品。这场艺术展汇聚了世界各地顶尖的花艺师，对于我们小小的花房来说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既能让我们的作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，也能极大地提升花房的知名度。我和小飞激动不已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仿佛看到了花房未来无限的可能。可同时，巨大的压力也如潮水般向我们涌来。我们深知，要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展现出独特的作品，面临着诸多挑战。张博文看出了我们的担忧，他坚定地站在我们身后，全力支持我们参与这次合作。他主动承担起更多照顾萌萌的责任，每天接送萌萌上下学，陪她做作业、玩耍，让我们能够安心投入到创作中。
同时，他利用自己广泛的艺术人脉，四处打听，为我们联系了一些专业的花卉种植户。他亲自前往种植基地，仔细挑选最优质的花材，确保我们的作品在选材上就胜人一筹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和小飞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。我们日夜构思，灵感来了，哪怕是深夜，也会立刻起身记录下来。我们不断尝试各种花材的搭配，不同的造型设计，一次次地推翻又重新开始。每一次失败都没有让我们气馁，反而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追求完美的决心。张博文则在一旁为我们加油打气，他的乐观和鼓励如同冬日里的暖阳，驱散我们心中的焦虑。他会在我们疲惫时为我们讲一些幽默的笑话，逗得我们哈哈大笑，让紧绷的神经得到片刻的放松。也会在我们遇到瓶颈时，从绘画的角度给我们提出新颖的思路，帮助我们打开新的创作视角。终于，展览的日子来临了。我们带着精心准备的作品抵达展览现场。当我们的作品在展厅中亮相时，瞬间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。那些融合了绘画艺术灵感的花艺作品，以独特的造型和色彩搭配，展现出别样的魅力。有的作品以花朵构建出梦幻的城堡，每一片花瓣都像是城堡的砖石，在灯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彩。有的则以线条般的花枝勾勒出灵动的人物形象，花朵作为装饰，为人物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浪漫。人们纷纷驻足欣赏，赞美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有人惊叹于我们的创意，有人对花材的搭配赞口不绝，还有人对作品中蕴含的情感深深触动。那一刻，我和小飞紧紧相拥，眼中满是激动的泪水。我们知道，这份成功离不开张博文的支持与付出，更离不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。展览结束后，我们带着满满的荣誉回到小镇。张博文在花房为我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派对，邀请了小镇上的亲朋好友。花房被装饰得五彩斑斓，气球飘扬，鲜花簇拥。在欢声笑语中，张博文牵着我的手走到众人面前，他的步伐坚定而有力。突然，他单膝跪地，手中拿着一枚闪耀的戒指，戒指上的钻石在灯光下璀璨夺目，如同他眼中对我的深情。顾倩，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，我就知道你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存在。这些日子，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但每一刻都无比珍贵。我想和你一直走下去，用我的一生守护你和萌萌。你愿意嫁给我，让我成为你和萌萌永远的依靠吗？张博文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，周围的朋友们也纷纷鼓掌起哄，欢呼声、祝福声此起彼伏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深爱着我的男人，泪水模糊了双眼，心中满是感动与幸福。我用力地点了点头，声音略带哽咽地说道：“我愿意。”萌萌兴奋地跑过来，抱住我们，大声喊着：“我要有新爸爸了！”那一刻，花房里充满了幸福与喜悦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我知道，曾经那些黑暗的日子已被远远抛在身后，我和萌萌迎来了真正属于我们的幸福人生，而未来还有更多的美好在等待着我们去书写。在这充满爱与希望的花房里，我们将开启新的篇章，共同创造更多温暖而美好的回忆。